哇，从那边可以看到那个龟草哈，他们的那个家，他们这个还没回来，这一对还没回来。看到2只回来了，只有这2只回来了。其他的可能可以漂配的爱维在哪啊？墨尔本的菲利普岛拥有全世界体型最小的神仙企鹅，我们把菲利普岛又称为叫做企鹅岛。他们总是在太阳下山之后，从海里游回了岸边，摇摇摆摆地走回到巢穴里面。企鹅岛保护区每天都会有倒数小企鹅的靠岸时间，并且永远都在记录它们的数量，吸引了许多的游客来这边。当你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不要太大声，不要闪光灯，因为这些小企鹅眼睛非常的脆弱。身高大约30到40公分，体重大约1公斤左右。这种全世界体型最娇小的企鹅，族群数量并不多，仅出现在澳洲墨尔本以及纽西兰。企鹅栖息的数量呢也不多，3万多只。你看很暗哈，我们能够拍到的画面呢就是这么的暗啊。为什么？你不都可以等会啊？哦，你一开灯了会吓到它，有没有很神奇啊？很特别啊！你看啊，大家就很遵守的这个规矩啊，就只能在指定的区域来去拍一拍。墨尔本抵达了墨尔本，被我们把它叫做 Melbourne 啊，它是澳洲人口排名第2的大城市啊。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哦，纬度非常的棒。加钱机上车的时候自己去逼哦，但是你不逼呢也可以上车，你不逼也可以上，就是说你没付钱，你还是可以上车哦。它是属于自由行政的方式哦。但是你如果不逼，就等于是逃票嘛。逃票的话，车上偶尔会有这个随机的查票，有29块。对。那如果你身上没有卡、没有钱，没关系，他会寄到你家的话，就变成420，变成420。墨尔本呢，它可以说是澳洲旅游当中最具英国城市风格的啊，所以你在走纽澳的时候，你会常常听到城市风格，英国的英式的城市风格，其实是因为澳洲跟纽西兰呢这2个景点都拥有了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色彩啊，所以在这边你可以欣赏到华丽的维多利亚建筑，而这里也是野生动物的天堂，神仙小企鹅就在墨尔本。其实墨尔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景点，人文景点可以走啦啊，包含了墨尔本还有路面电车等等呢，所以它跟前面的澳洲的城市呢，纽西兰城市又带有些许的不同，它更有英国像牛津啊等等这种城市的感觉哦。墨尔本拥有四季宜人的好天气，而且英国人很会做城市设计啊，所以它的都市规划非常的棒啊。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彩虹小屋啊，其实说穿了啊，就是在海边搞了几个小屋子，这几个小屋子呢，用了缤纷的色彩、国旗的颜色等等呢，把这整个地方呢打造起来，变成了一个算是非常非常好拍照，而且呢具有视觉冲击的一个点啊。所以近年来非常流行这样子啊，就是在一个平淡无奇，因为为什么？因为大自然的颜色通常不会那么多，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把老街啦，把很多的小屋子啦涂成了多样的色彩。当然它就两极化嘛啊，有的人认为大自然的色彩或者是这个古建筑原有的色彩必须把它保留下来，那有的人就认为呢，不会啊，色彩多点缤纷有何不可啊？这也很简单啊，就像衣服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件衣服漂亮，有的人不觉得它漂亮，有的人喜欢素色，有的人喜欢彩色，这实在是很难讲啊，这些都是更衣室啊。
彩色小屋哈，人字屋顶，非常非常简单的设计啊。小屋的结构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什么？这是海滩更衣室啊，海滩更衣室。这些小屋是不是人在住的啊？这些小屋呢，其实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当时的维州从1840年至今的海滩的文化发展哦，要价不菲啊，一栋要30万澳币啊，哦，很吓人啊。贵在哪？我也不知道。哈哈，一间小屋的这个彩虹还搞了一个彩虹小屋的协会，你不在里面睡觉，小屋里面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冰箱，你只能够把所有的海滩的装备放在这里，所以是一个昂贵的小屋，等于是更衣室啦，你要在这边冲浪啦等等啦，就是租借这个小房子来啊。100多年来一直是旅游的重点啊。这些彩色的标志性的建筑呢，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啊，跟维州1840年代至今的海滩文化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这里也就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的眼光哦。你看，这就是屋子里面啊，10万块的澳币啊，你敢开得落啊？哇，东西西哈，大概小价哈，历史啦、古迹啦，充满维州特色的海滩小屋。但是呢，这些小屋现在在跌价，为什么啊？因为这些小屋呢，过去10年当中呢，北部的海滩遭受到严重的侵蚀，这些小屋呢，价值慢慢越减越多。越往海滩里面走，价钱越来越严重啊！没想到在这种海边的风景地带也会炒作房地产啊。那我们现在呢，进来到的维多利亚的艺术中心哦，来到了澳洲，我们其实呢也不由得呢不讲到了澳洲近年来有大量的移民啊，包含了雪梨跟墨尔本啊。有鉴于此，澳洲计划强制新移民首5年不得定居在雪梨跟墨尔本，因为这2个城市人口目前爆炸，越来越多人进来住啊。尤其是墨尔本，哇，这个人文气息更重啊。墨尔本跟雪梨之间呢，就有如像了什么？有如像美国的哪里啊？像美国的纽约跟 LA 一样啊。那澳洲的土地这么大，但是呢，居住的人口却很局限在某一小块区域，你懂吗？啊。所以现在这些大城市呢，就变得人满为患。那澳洲政府当然就会认为是说，哇，我头等下多，然后呢，你的人口就聚集在这2个城市而已，变成了不平均啊。那怎么办呢？第一，他为了保障人口的增长，推动经济；二来为了解决城市人口过多的问题呢，于是呢就开始了，你要移民，你不能移民这2个城市哈。虽然这2个城市还是火红啊，但是它最起码可以控制。这么多的移民人潮要进来这里的时候，可以不用把这个地方压垮。你说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要进来这边呢？第一，政治稳定；第二，国家民主开放；第三，教育非常的好；第四，你在这边买一栋独栋的房子，台币1500万，你就可以在这边了。所以你说呢？那是不是跟很多亚洲的房价比起来，它反而是最棒的？你买了一栋1500万的房子，你既有新鲜的空气，又有良好的教育，又有非常好的公民道德水准，在这个国家，那谁不来啊？但是绝对不会有人想过，为何自己的国家没有办法变成移民的天堂。那这也是墨尔本最有名的路面电车哦。墨尔本。
全世界都知道墨尔本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墨尔本要怎么样发展才能够保持住这个头衔呢？它的地标建筑物 NCG 建造了一个棚顶，激发了很多的人来探索，想要改善墨尔本城市啊。那繁荣时期呢，墨尔本被称为神奇的墨尔本。那个时候呢，墨尔本是一个刚开始发展城市的时候，也是交通拥挤、住宅危机啊。墨尔本第一个主要的规划是在1929年公布的墨尔本的城市计划，解决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挤。1929是多少年前啊？当时呢，在墨尔本规划了很多的城市道路、户外渔猎场以及没有计划的土地，所以我才讲我一直在讲说，尤其是英国人殖民的城市呢，他们对于城市规划那一套真的很棒那随着10几年过去呢，墨尔本呢人口只有越来越多享誉国际的声誉那慢慢的建立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基础建设，包括重要的高速公路跟公路运输所以你注意去看看在50年前的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跟时代注意去看看如果你有办法去看到50年前台湾的纪录片，你就会发现在50年前的墨尔本，在50年前的欧美国家，其实到了现今为止，也许很多的人认为我们的经济超越过了欧美国家，也许很多人认为呢，亚洲的经济各方面城市建筑，你看哪像欧洲那么多老房子我们这边的大楼既新颖又现代，我们的电子设备多么的丰富。但是其实大家忘了，这些欧美国家超越你的时间点根本不是这10几年来，而是从大航海时代，他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你。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在15世纪的时候呢，就开始开拓世界，航向未知的世界。他们探索的精神，他们探究的精神呢，超过你所想象的那他们探索了这个世界之后呢，一直沿用到现在。在50年前甚至100年前，这一些外国人，其实他们很多的地方的城市设计建筑都超越我们很多。而到了如今，这些国家这些城市，它不是落后了，它不是不再盖高楼大厦了，而是它走得比你更前面。因为他们慢慢的回归到本色，回归到本位，他们知道环保、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我们现在从城市来到了丹顿农山谷，坐古董蒸汽火车，来看看墨尔本的另外一面。中国跟台湾Are you going to be the captain? Not on the train, I'm the station master. Oh. That makes me the captain of the station, doesn't it? Captain of the station. Okay. 如果要走全程的话，要5个小时。但是我们现在呢，从哪里走呢？我们现在在这一站 Menzies Creek 这一站，我们要坐到
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墨尔本最原始的一面啊。墨尔本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呢，超过了澳洲的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水平啊，包含了雪梨哦。每天呢，人口发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就业率呢也是澳洲最高的哈。这些成果取得不易啊，反映了墨尔本在经历了当时城市巨大的经济挑战之后而崛起。那这就能够反映出墨尔本了。我们现在回到了，我就说过了嘛，现在越先进的国家，它越讲究回到过去。为什么？因为人类在过去，在这100年来，对于环境的伤害是2000年来、3000年来最严重的100年。所以现在很多的国家提倡了自然环保，提倡了回到过去，就连建筑有没有？现在的建筑物也提倡着这个清水模，对不对啊？提倡的这个什么水泥风，为什么不加任何的涂料，不加任何的装饰，而展现出它原色的一貌？我相信很多学建筑的就知道嘛。现在原木呢，以前是木头做的最好，现在连原木都没有了，混凝土空的就可以了，对不对？或者是制品水泥等等的这些工法，这些做法呢，目前为什么会流行环保 original 原味嘛，原创嘛？坐上古董蒸汽火车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墨尔本的另外一种生态环境之旅哦。这个地方是墨尔本东北部的丹顿农山脉，是墨尔本人夏天的避暑胜地。凉爽的气候，还有搭乘的部分古董蒸汽火车，火车慢吞吞的行驶山区，飘来的煤油烟味啊！你会说不环保？当然不环保啊，怎么可能环保？但是呢，绝对不会比你工厂所制造出来的那种废气啊还要来的痛苦，对不对啊？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古董蒸汽火车不环保，但你要知道，这一台火车啊，它这样开一趟，让大家体会以前的生活环境啊，比起你每一天有100台摩托车在街上跑还要来得好，你懂吗？所以就我说了嘛，科技的发达啊，推展了最近这几年来，整个地球大环境的改变，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感受到吧。老一辈的人更应该能够感受到，这10几年来天气变化非常的大啊，四季开始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准确的来了。现在在加水呀，火车头呢在加水。好，加完水了。Hello, Taiwan. Hi. Thank you. 用这些红色的小鹦鹉啊。这就是我说的嘛，澳洲的自然生态非常非常的棒，你千万别再给它吓哦，要给它厉害先直接给我们割哦，这完全都无相共啊。那丹顿农山谷呢？它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坐蒸汽火车，它制造出雨林的感觉。你看，尤其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的超棒啊，有没有？这个山脉当中带来的野生动物、野生环境啊，很棒。纽澳它的地理环境让它跟全世界很多的地方阻隔了起来，所以这些地方就拥有了全世界很多独一无二的物种跟动物，都只有在纽西兰跟澳洲就大洋洲你才看得到。
这里的鸟类种类之多，这里的野生动植物真的非常的棒。你看，有看到吗？就是跟大自然接触，跟野生动物接触，这些鸟，是这么的贴近人的，而且重点是很干净的啊。所以来到丹顿农山谷，你就可以感受到啊。普芬比利铁路修建于1900年，主要为当地山区居民服务，运送的乘客、木材、马铃薯、植物。当年为了开发这一条铁路呢，修建了4条啊，总共有4条在轨铁路啊。普芬比利也是保存最好的。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边，而丹顿农山这里的农场生活，还有包含我们现在进来的姑姑餐厅，都可以让你更深刻的体会到100年以前在澳洲他们在山上的农居生活条件跟环境。Freshly made pancakes. Show your skill. Show the skill, no problem. Shouldn't be too long, then I'll do a nice flip up in the air. 1, 2, 3, whoa! Skill will stop there. 还要加冰 Put 淇 some 淋， ice cream with the pancakes 一 if 层 you 冰淇 like. 淋。 There you go. 哇！
定它可以说墨尔本市区最漂亮的教堂啊，也是南半球最大的教堂，很漂亮啊。因为在这个历史不够悠久的澳洲跟纽西兰，拥有这么像欧洲一样震撼的教堂啊，就不多了，对不对哈？St. Patrick 大教堂就在国会的旁边呢，还有附近还有很多的库克小屋等等呢，是一条旅游路线。这是在1858年它开始建造的，一直到1939年才整个都盖好，前后呢历经了80年才能够完成了。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间教堂有多大了吧？今晚你可以换出，可以老华主，甚至在盖高楼大厦10档来的，差不多可以有你想想看，以前他盖前后80年呢，拜托，在以前1939年那个时代，80年搞不好祖孙3代都来盖过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一栋伟大的建筑啊，需要用时间来去证明它啊，很大又很美。哥德式的建筑看起来真的很漂亮。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疑惑，为何欧洲的100年建筑一直的保存，一直的留存下来，而在我们很多亚洲地区，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建筑呢，只要大概40-50年就变危楼，就把它拆掉了。其实很大的因素是什么？美感，美感啊，就是你在做它的时候是不是有经过设计啊？那欧洲的建筑100年之后变成了非常漂亮，大家争相来到这个地方拍摄它的美景。但是呢，在整个欧洲来讲呢，他们当时的艺术美感呢就非常的强啊。哥德式的建筑非常的漂亮啊，哥德式的建筑当然就是外面有尖塔咯哦。在墨尔本，很多人会说这是南半球最美丽的教堂。当然呢，你如果拿它来跟欧洲的教堂比呢，一下就把它比下去了啊，那不一样啊。我指的是南半球，在澳洲跟纽西兰，它是最漂亮的。走到大门口，从大门口进来，天主教教堂的庄严跟雄伟，100年历史的教堂，很多人看到这个教堂，其实才会发现，哇，这个教堂很大哦。所以它是南半球最大的教堂，也是澳洲目前最高的教堂，它保有很多澳洲第一的记录哦。进来这里面呢，点个烛台，许个愿哦，不管你是不是信这个宗教哈，我觉得都可以在里面呢诚心的许个愿啊，对不对？不一定许愿就一定要信这个宗教嘛啊。所以呢，这里面可以容纳非常多的人来做礼拜哦。而这里也在当时由英国指派而造下的南半球最大教堂圣派崔克。这些彩绘玻璃描述着圣经里面的故事，从这里面拍起来，天花板非常高，因为这里的尖塔高达了 105.8 公尺啊！从放下第一块奠基石到完工90年啊，90年，1939年正式的落成，1970年还被梵蒂冈教宗保禄6世呢册封为次级宗座圣殿哦。我们对这个宗教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翻作白话是什么？等同罗马7大教堂其中一个啊，过于庞大了哦，里面真的非常大，许愿池啦、洗礼池啦等等都有哦，五彩缤纷的彩绘玻璃，令人叹为观止的超大管风琴。你知道欧洲的教堂呢，就有一种刻意在营造的，就是让人身心舒服的氛围啊。尤其是他们喜欢做彩绘玻璃，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照进来的时候呢，还有听到它里面的风琴琴键、管风琴在弹落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境瞬间就平息下来，良药啊！我告诉你，这种心境的平静是一种良药啊！在慌乱无措也落下你慌乱无措的心情，旅行过程当中找寻到的那种心灵的沉静。
105.8的尖塔圣派翠克大教堂。再次介绍给大家，你看美到让人以为来到欧洲，对不对啊？南半球最大的，真的啊！你在澳洲啊，跟纽西兰被看了这大间，根本都不可能。又是这一种哥德式建筑啊，真的很少，可以说就没有嘛啊！大部分用青石所建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哥德式的教堂，火焰型的尖塔，整个就是盖上去啊，这带来的那种沉浸感觉啊，就我刚刚所讲的啊，教堂营造出来的氛围，教堂在营造给你的感觉，有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哦。他们怎么知道这样子的感觉，那种管风琴，他们怎么知道像彩绘玻璃投射进来，会带给人们沉静的心灵？宗教有抚慰人心灵的功用所以宗教有时候好的宗教，在某个程度来讲是一帖良药，对不对？你会不药而愈啊，心里面的繁杂，心里面的痛苦，来到这个地方，瞬间的，好像抛出九霄云外，有忧郁的人变得不忧郁了。所以，好的宗教是一帖良药。好的宗教，它不需要叫你捐钱，它不需要跟你讲很多的怪力乱神，它光走到那边就有一种沉静的感觉。的那个树啊，都会用那个铁啊保护着，因为有一种鼠类呢，会破坏它们的，会吃它们的树皮。庭园造景其实是一门艺术啊，这一门艺术啊，有懂庭园造景的人就懂啊，你就看得透、看得通。无论是日式、欧式、法式、美式、台式、中国式，任何一种18般招式啊，每一种庭园造景都有它绝妙的地方。我们来到了墨尔本费兹罗花园了。费兹罗花园出自于名家之手设计的市区花园啊，而名家当然就是有几个作品呢，闻名于世喽。它以英国国旗米字图为区隔，搭配着不同时期的美丽的花朵，色彩的缤纷，花中有序啊，不是乱中有序哦，花中有序啊。即便是秋天、冬天，也别有一番风味。在不同的区块做出了自然的编排，也有花园区替墨尔本这个公园做了非常好完美的注解。费兹罗伊花园，公园之都，墨尔本极具指标性的景点。库克船长小屋，哎呦，有看到吗？把船长少年时期故居拆解下来，再拿来这边，就是这个小屋呢，是库克船长少年时期啊，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把它拆解过来。他其实不是住在这边啊，库克很多的地方都听到库克，因为库克船长当时开的船到过很多的地方，留下很多的足迹。费兹罗花园是19世纪主要的城市造景花园之一，占地有65英亩，也是墨尔本面积最大的公园之一。园内规划着休闲的步道，充满了绿意，十分清新雅致啊。费兹罗花园是墨尔本里面当中唯一一个庭园造景著名的花园城市啊哈。那为什么说只有它是庭园造景？因为很简单啊，因为澳洲它本身就是一个花园啊，本身的自然生态就很多了。占地26公顷，除了库克小屋、温室花园，还有它有一个叫做公园。在这公园，在这里面走，也是很英国式的公园跟花园做起来啊，弄做情节型的啊。那纬度的关系，所以整个球啊比较高大啊，
那也因为纬度的关系，所以四季分明。所以当瓦国公啊夹开来，那觉得很棒啊。最主要是树种的不同，纬度的不同，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空气，空气真好，真的很好哦。所以有时候我就说大自然去保护它是有道理的哦。现在空气污染啊很严重啊哦，你能够想想30年前台湾的空气跟现在比吗？